那这次我们的需求呢是做一个公众号管理系统。那首先介绍一下这个需求的背景啊，就是由于公众号平台的限制，现在呢我们是通过程序来负责接收用户在公众号的私信，还有一些消息，然后让程序自动的去给用户的回复。但是公众号的限制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想要用程序来对接公众号，就不能再使用公众号自带的这种系统上去管理消息回复、被关注回复、关键词回复以及设置菜单栏的这些内容。咱们公司呢又有多个公众号需要进行管理。那之前呢我们是写程序，然后在程序中通过调用接口的方式去设置这个菜单栏的内容，配置自动回复。但这种方式其实是非常麻烦的，我们每次都要改代码，然后再自己去调用接口。所以呢，现在我们希望说能够有一个公众号管理系统，可以集中的对我们公司的多个公众号进行管理，比如说设置菜单栏的内容啊，配置自动回复的消息规则等等。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需求背景了。那关于这个背景，这边有没有什么问题？这边没啥问题。OK，那现在对于这样的一个需求，如果说交给你来完全负责的话，大概有没有什么想法？就如果交给你负责这个项目，你会考虑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方式把它做出来呢？这里的话，其实首先我就需要看一下，就是大概需要哪些功能模块吧。首先第一个就是对多个公众号进行管理，首先就是有一个公众号账号的一个切换，然后以及新的公众号的一个添加，然后还有删除嘛那些一系列的管理。然后像这个菜单栏，我可能会把它每个类型都调研清楚，就是对菜单栏内容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比如说像什么自定义菜单栏、链接和这个响应事件。响应事件，比如说像点击后回复特定的文字或者是图文信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这边说的一个配置自动回复的消息规则。那么这里其实我也调研了一下，因为自动回复其实它，比如说像那个关键词数吧，比如说我说了什么关键词，它就会说，哎，某某某，就是根据你的关键词去回复一些特定的内容。然后还有一个我专门调研了，就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像这个时间段的一个限制。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可能在工作时间就让人工回答，如果非工作时间就是我们的自己这个，就是公众号去回答，我们就可以设置在指定时间段，然后它自动回复什么信息，然后也可以说，比如说谁关注了我什么怎么了，我去回复他一个信息，比如说上午好啊、下午好这类的东西。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那种回复的类型，比如说像什么文本、图文信息，还有图片，像这类的东西。其次，我自己在调研的过程中，就是发现，在这个公众号的这个管理的过程中，其实还有一个什么像素材管理这种东西。然后素材管理这里面其实就是允许用户上传和管理图文信息，比如说更新啊、新增啊什么的，还有一些视频的一些素材。然后它就可以在那个自动回复和这个菜单栏里面引用这个图文信息。那么其实作为一个，就是假如说我使用一个公众号管理系统。我肯定关心我的这个关注人数啊，然后消息互动这些东西的统计，比如说今天又上涨了多少粉丝，然后其次就是通知语境，比如说我现在上传一个素材了，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一些关键性的操作，那么我也希望它能够提醒我，比如说素材上传完了，我就想知道，哎，是不是上传完了？你可以通知我。我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还有一个就是消息回复的一个模板，所以这里其实还可以加一个模板的分析。然后还有我调研了一下，就是当前市面上已经有的一些系统。当然调研的话，其实有一个是最符合的，我先说其他两个不符合的吧。不是很符合的，但是也有这个功能。就是首先第一个，它的 star 数比较多，是 1.1K。但是呢，它的侧重点不是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上，而是在小程序和一些活动上。就你是之前有调研过有类似的平台是吧？对，它最后一次更新是6个月，但是实际上它倒数第二次更新是两年前了，所以它还是一个很老的东西。它不是前后端分离的，它用的是这个 Velocity， 它用的还不是那种就是 Synapse 那种东西，所以这一课我当时看了就把它给排在第2位了。这一块你有写调研文档吗？有这个文档我直接发给你。你直接发给我。因为如果你现在已经做了调研的话，其实我们对着调研文档去看会清晰很多。对，这上面是需求的调研，然后这是框架，然后已有的。然后第3个的话，
它这个我觉得做的还可以，但是问题就是它用的是 JDK7，然后还用的还不是 boot，然后最近一次更新也是4年前，387 star，所以这个我当时查了就在这儿留了一下，但实际上我绝对不会用它的，因为首先它更新的时间就是4年前了，对，所以这个就不会再用了。这个就可以把它 pass 掉了。对，然后我打算就是可以借鉴或者是直接用的，这个是非常贴合我们的。你看它就是纯粹的就是那种微信公众号管理系统，然后它提供了一些什么公众号菜单管理、自动回复、素材管理，还有模板消息。然后它用的框架是微信 Java， 这个其实我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内部的模板用的也是这个，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挺符合咱们的需求的。是的，它的文档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用，甚至可以借鉴过来。然后就是微信开发框架，我这里调研的就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微信 Java 嘛，然后我也因为这个用的是最多的，然后我也看了一下有没有其他的，我发现也有其他的，但是不太好，而且更新好像是3年前还是4年前。OK， 对，整个调研的还是非常详细的，尤其是刚才你提到的一个就是对于技术选型或者说咱们的这种借鉴老项目的选型的一个策略，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你一定要保证它是在持续维护的，而且尤其是咱们是开发这个微信公众号嘛，也知道它公众号这种规则啊、平台的接口可能会经常发生变动。然后，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用一个在持续更新的框架，像微信 Java 就是我们公司之前开发微信公众号啊，然后开发什么微信支付小程序对接，都是用的那个框架。所以这和我们已有的项目或者说代码也是比较兼容的。行，然后从刚才的这个介绍中可以发现，说你在前期的这个调研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最主要的是能想到去写一个比较详细的文档，这个很重要，因为有文档嘛，然后咱们可能在开会啊，或者说平时过需求以及后续复盘的时候都能有一个借鉴，就不用到时候每回都口头去交流。对，然后的话，就刚才这个需求梳理这个环节呢，其实我们就是在根据已有的需求背景，然后明确我们具体要做哪些功能。那现在你也看到了嘛，刚才就是通过你自己的一个介绍和思维的发散，已经整理了大概是6个分类的需求。但其实对于咱们现在的需求来说，其实有一些是我们现在可能用不到的。对，那如果说我们是需要从零开发的话，肯定这些需求里面你要对它排一个优先级。对。就拿这6个来说吧，其实后面3个什么数据分析、管理通知、模板消息，现在可能对我们来说不是很重要。所以就拿前3个需求来说的话，你觉得哪个优先级是最高的呢？或者说你会先做哪一个？首先，我一定会先做这个多个公众号的切换。为啥？因为这个菜单栏内容管理，它是依托于某一个固定的公众号，所以说这个多公众号管理一定是第一位的。然后其次的话，菜单栏和自动回复这俩其实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关联关系的，所以说这俩我会简单的去做，先做简单的，所以说就会先做这个菜单栏。不错，我觉得你的思路是对的。就如果我来做这件事情，我肯定也是先跑通整个流程嘛，就所有的无论菜单栏设计还是自动回复，就哪怕自动回复它有多种类型，我肯定就先实现其中一种，然后再去做其他的，没有问题。那对于咱们如果说要从零做这样一个需求的话，大致的实现方案，第一步肯定不是我们一上来就自己去动手做，肯定要先去调研现有的那个方案嘛。那其实你也做得非常好。那第二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大概的对这个需求做一个排期。每一个工作嘛，它的时间肯定是有限的，所以我们要明确，如果说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内，然后想要尽快的完成需求，那可不可以说先把最核心的功能先把它做出来？然后后面如果还有空余的时间，对吧？再去做优化，而不能说我们一开始就想着把每个功能都做得很完美。然后呢，我们就是需要去考虑一下这每一个功能大概怎么实现。但是在考虑每个功能的细节怎么实现之前，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我们来做一个之前从来没做过的需求，那比如说公众号开发，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做过相关的业务。这个我没有做过，对吧？所以说，如果是做这种没有做过的需求，你刚刚有一件事情做得非常好，就是你要先去网上调研，说有没有什么技术能实现它。对，因为现在我做的这个需求我是做过的，所以我100%肯定是能做的。但如果以后我们要做一个什么，举个例子，比如说怎么写代码把上面那个灯泡给点亮，对吧？如果我们都不确定能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就先不要考虑底下那些什么菜单栏设置怎么实现，我们要先通篇的全局的考虑一下这个项目中最难的那个点，
或者说最关键的那个点，我们能不能实现？就比如说，我们如果都不能跟公众号交互，那么我们再怎么设计这些都没有意义。对，所以就是确认技术的关键难点。那对于咱们这个需求来说，其实刚刚你已经把它排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用微信 Java 这个库来和公众号平台交互，这其实就是这个需求的一个最关键的基础了。那第四个呢，就是设计具体的功能实现。那比如说多个公众号的切换，那你可能要设计图表，对吧？然后设计这个字段的结构信息，然后想一想要有哪些接口，比如说这个公众号的增加、删除，还有呢，就是如果说有一些功能，它有一些实现细节，这个可能在前期的调研，在这个方案设计的时候你要考虑到。那比如说就是这个配置自动回复，可能我们可以回复用户文本、图文信息和图片。然后刚才有一个点你提到的非常好，就是这个素材管理。因为公众号我没记错的话，它是有一个限制的。如果你想要自动给用户去回复一些链接或者图文，它是必须是你这个账号发过的。对，就是所以说这个素材管理确实也是一个，必须要前期你要足够了解这个公众号平台，可能才会发现的一个问题。对于咱们的这个需求，其实刚开始咱们可以先简化一点，就一期一期来。咱们可以先不去考虑什么图文信息和图片的回复，咱们就做文本的回复。这样的话，这个需求可能就变得更简单了。那菜单栏设置也是同理，咱们就设置那个叫点击后能够跳转到对应的链接，咱们就先做这个，咱们也不用去让它给用户发图文，咱们一步一步来。那最后呢，当你就是通过上面几个步骤，基本上已经对这个业务以及对咱们的需求、对咱们的实现方案有了足够的底气去做的时候，咱们就要开始对这个工作进行一个拆解，就是大致的一个排期。就比如说，接下来你要去实现这个公众号切换要花多久，然后菜单栏设置要花多久，自动回复要花多久。那这里的话，我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什么想法？没有的话可以会后，然后咱们就是给你一些时间，然后等你排好期，你再跟我说。这里工作拆解的话，其实也不用说拆得特别细，你就在拆解的过程，它也是在帮你再次梳理这个你的工作，或者说你要实现这个需求的步骤的一个过程。那举个例子，比如说多个公众号切换，然后要花1天。然后在这之前呢，因为这次是让你做一个新的项目，基于我们公司现有的那个内部模板，去把这个公众号系统相当于从0到1的搞出来，所以说还有一个项目的初始化的一个操作，还有其他的工作，这些回头你可以把这个文档给补充完善一下。虽然说你调研了有很多的平台嘛，但是因为你之前没有开发过这个公众号，所以你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公众号，或者到时候我给你一个公众号，你要去实际的到这个公众号的后台体验一下现在公众号它到底有哪些能力，就是不仅看文档，你还要自己去做一个实际的业务的体验。对，像我们有时候你去学习别人的方案，学习某个业务功能，肯定也是先去用别人的系统。对，不能只看方案，因为如果只看别人的方案，你可能到最后发现人家这个方案实现的功能，或者说他们实现的需求和我们的需求可能不太一致，是有这种情况的。那另外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呢，就是你刚才也做了比较充分的调研嘛，发现有现成的这个第三方管理平台。那如果现在这个需求交给你做，其实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确定我们是要自主实现还是用它的平台。这里的话，其实我现在也还没有想好。但是我觉得它有一点其实做的有点太多了。比如说像这个，你看它提供了跟公众号无关的功能。你看总共这个公众号就才5个，它自己就提供了3个。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是可以考虑借鉴一下。就是借鉴一下自己去做，然后不用它本身的。OK。对，然后这里的话，其实也是要权衡一下，就是一方面是你能不能理解它的代码，另外一方面就是你改造它和直接用它的成本区别，然后到底有多大。就如果我们是做一个紧急需求，那肯定拿一个别人现成的就用了。但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需求也不是很紧急，就是也是前期给你练手的一个机会嘛。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发现它的系统有一定的不足，并且你能够很轻易的看懂它的代码的情况下，我是觉得可以考虑借鉴一下，因为它底层用到的那个库是不是和我们公司自己用的这个公众号开发方案是同一个，所以我觉得应该区别不会很大。那这里的话，其实我也有一个小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不太确定到底是用它的还是
咱们完全自己实现，你就先把它的代码拉到本地，我已经打好了，我已经跑了。已经跑了是吧？可以，效率还是很高的。然后这一期的话，我们最后再明确一下需求啊，因为怕你一次性把太多东西都，可能我们用不到的东西也要花时间做，所以我们再明确一下最核心的需求。第一个就是能够管理多个公众号，我可以切换不同的公众号，为公众号设置菜单栏。菜单栏设置呢，然后只需要点击之后，点击菜单能够跳转到对应的链接，这一种方式就可以了，不需要说点击之后弹一个什么图文推送，那种暂时可以不支持。好的。对，除非说你调研发现别人已经给你实现了，那你把它代码因为开源项目嘛，就借鉴一下它代码也是 OK 的。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配置自动回复这里。刚才你提到了一个思维的发散嘛，就是指定时间段的回复。其实这个目前对我们来说暂时是没必要的。当然你的这个思维发散的非常好，后面有可能，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咱们自己的系统这公众号管理做大做强，说不定我们也能够搞出来一个类似的项目去开源。这种时候你加这个功能也许是不错的，对。但它不作为我们这一期的核心实现，一期来。然后自动回复的类型呢，就是能够回一段文本就可以了，图文啊什么素材管理暂时不考虑。然后至于后面的这些公众号数据分析啊，其实暂时我是觉得没有必要，就是咱们这边来做。为啥呢？因为其实咱们之所以要做这个公众号管理系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旦公众号对接了我们自己的服务器，我们就没有办法用平台自己提供的这个自动回复功能。但是数据分析呢，是依然可以用平台提供的能力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没有必要自己开发了。对，我们就先把这几个功能做出来，咱们就能立刻投入使用了，因为这也是我们公司实际需要用到的。那你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问题的话，就是这边的截止时期大概是多久？我说一下我的预期啊，因为其实只要你完成这个需求之后，后面就可以开始做业务需求了。然后我的预期是在3到5天，就这周。对，因为今天是周一嘛，但是今天你可能做了一些调研，然后明天后天，其实你明天1天的时间还可以再做一些调研，或者说就是做一些设计。那么其实当你设计做好之后，开发起来应该就比较快，可能会有1天的时间开发，这是第3天嘛。然后第4天的话，可能就是优化一下代码，比如不过其实咱们现在第一期需求应该也不会有特别多的这个代码的优化，对，反正就有1天的时间就是测试还有优化嘛，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在这中间呢，如果你发现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及时的抛出来。然后当然抛出来之前，肯定自己也是要先去查一下嘛。然后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整个调研做的还是不错的。